黄伟的起诉书跟不起诉书，这里面的破口足以说明，光这一份起诉书不起诉书的破口就已经足以说明蔡英文的整个论文诈欺。就从这些破口可以看到，起诉书跟不起诉书为什么会两份？因为黄伟发现说，他去跟政大调阅证据，去跟教育部调阅证据之后，他的判决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里面有很多对蔡英文不利的东西。于是他心生一计，那不然干脆这样吧，我们就把它切割一个时间点，硬把它凹成说林环强教授跟贺德芬老师他们就已经悔改了，他们就已经不提了只有彭文正还继续讲。所以我就单独起诉彭文正，可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林环强教授跟贺德芬老师一个比一个猛对，他们甚至比我还猛没有停过嘛。那怎么会有3个人里面只起诉一个，另外2个不起诉？他的目的是要把它切割开来，他至少在我们3个中要弄一份不起诉书，他才能把那一些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一些证据塞到不起诉书去。坏蛋、混蛋、王八蛋！蔡总统的论文，一块巨大的谎言，他的博士学位只是一个骗局的景象。我举发了他，告诉世人真相。但现在我被通缉，我大方的彼岸。他们说我是叛徒，我是出卖假象的人，但我只是解开了黑暗中的一点光。我爱我的国家，但我也爱天下，虽然我无法会停止继续寻找。我们其实回到林环强教授的脸书上面，他其实讲得很清楚我去分析一些我认为我比较能够解释的部分好，首先我们来看林环强教授的脸书还没有讲完的部分他说呢，这一个黄伟的起诉书跟不起诉书，这里面的破口足以说明，光这一份起诉书不起诉书的破口就已经足以说明蔡英文的整个论文诈欺。就从这些破口可以看到，我昨天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说，起诉书跟不起诉书为什么会两份？因为黄伟发现说，他去跟政大调阅证据，去跟教育部调阅证据之后，他的判决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里面有很多对蔡英文不利的东西。于是他心生一计，那不然干脆这样吧，我们就把它切割一个时间点，硬把它凹成说林环强教授跟贺德芬老师他们就已经悔改了，他们就已经不提了只有彭文正还继续讲。所以我就单独起诉彭文正。可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林环强教授跟贺德芬老师一个比一个猛对，他们甚至比我还猛没有停过嘛。那怎么会有3个人里面只起诉一个，另外2个不起诉？他的目的是要把它切割开来，他至少在我们3个中要弄一份不起诉书，他才能把那一些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一些证据塞到不起诉书去。我不知道我讲了2天，各位听懂了吗？因为就一个检察官来讲，他去跟政大、东吴、教育部调阅资料来以后，因为资料的调阅是公文的交换，你不能拿到以后直接丢垃圾桶，因为给你公文的那一方会留个底，就有点像是那种挂号信的概念我寄了5封信给你，你说你手上只有4封，那对不起，因为是挂号邮件，那你也签收了，所以其中的一份就是你搞丢的。让公文的每一页都有编号，每一个公文都有它的附件，每一个附件都有编号。所以如果我寄给了你，或者是我从教育部调阅了，比方说20页的公文，这里面呢有10页是附件，那你就不能够湮灭其中的任何一张。所以黄伟心生一计，那怎么办呢？那有些真的见不得人，这一拿出来，我的起诉书要怎么写？那我的长官邢太昭答应我的要升官的，那我就没得升了，我这一写就完了。所以他心生一计，我只好把它藏起来。那怎么藏呢？直接丢掉吗？直接丢掉不行，湮灭证据或者是撕毁证据，这是刑法，这是犯罪的。藏起来有罪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嘛。他最后可以说，因为我认为那个证据可能不是顶重要这个证据呢是因为可能是口笔误，或者是当时的情形如何如何。这就是司法官，你知道这个职业太好做了，你随便说谎都无所谓，无所谓。你去看张永会那多离谱，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所以黄伟就心生一计，把见不得人，特别是公务人员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就把这个
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把它狸猫换太子，用公务人员履历表来取代。他把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藏起来。那因为这个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1984年9月28号，民国73年9月28号，蔡英文亲笔填的，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不一样，而且呢，还有他的毕业时间不对，这整整提早了1年，比他的口试所谓口试的1983年10月16还要早，所以只好把它藏起来。简单的讲就是如此。所以他一连串的动作只是为了掩饰这些东西。好，那这些东西早晚要出来见阳光嘛。好，我们来看看林焕江教授所写的东西啊。他说这个卷宗啊，黄伟动过的手脚相当的多，所以他说他先提醒社会各界，一份明确经过抽换的法院卷宗的附件8，这个是附件蔡英文的公务人员履历表，就是我讲的。这被抽换了，一共有8面8个页单页啊。最关键的是最后的一页啊，不是最后一页，是最后的一个 page， 跟前面的3 pages。所以林焕江教授说，他就把这4页拿来仔细的分析啊，这个非常有趣啊。在蔡英文女士的人事资料表当中，编号3、编号8、编号14、编号16。这4张呢有一个破绽，就是其他的29-4，其他的25页上面盖的附件章都是蓝色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是原始的章。可是这个第4个附件、第8个附件、第14个附件、第16个附件却是黑色的，这什么意思呢？你会说彭PD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的律师当场去阅了卷，把它记录下来了。很简单啊，你们要湮灭证据也没有用了。说在检察官手上的阅卷阅出来的原始卷，不是我们印出来的哦。如果我们印出来的话，所有的印章不管红的或蓝的都最后变黑的，而是原始的卷宗当中附的有4页，它的托印是影印的，另外的25页是蓝色原始的戳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第4页、第8页、第14页、第16页是被动过手脚的。那么这4页刚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共同点，这就是柯南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里面都牵涉到了蔡英文的履历，而蔡英文的履历分别呈现在2份文件中，一份叫做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一份叫做公务人员履历表。刚好这2个履历表都出现在第4、第8、第14、第16的文件当中，那么他只好把这4个抽出来，好好的跟后面比对一下，动动手脚之后再把它放回去。这就是我们告黄伟湮灭证据的地方。但是碰到了这个法官，他不让我们调证据啊，最后呢，连我们自己做的随身碟，7分钟很精彩的告诉你哪里有问题的随身碟，也当场不给我们看。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的状况就好了，那我们等没关系，因为1审恶搞，我们还可以上诉2审，还可以回头告1审的法官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且战且走，大家先不急。好，这里面的一个迷告在哪里？这里面一个重要的迷告就是说，蔡英文的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当中，因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不一样，而这个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呢，里面有很多的页面，所以他只好拿来做偷换，头跟尾牛头不对马嘴的这个接缝。那我也不要讲得太清楚啊，因为我们的影片已经说得很清楚，有些东西我们稍微留了一些谜底。这个谜底什么用呢？等到了法庭攻防的时候，当场拿出来让他们哑口无言。所以宇宙正义学的同学们，容我在这里有些地方卖个关子啊。好，那林焕江教授所讲的部分呢，我们就来在这里跟大家重复一遍。他说的第1页就有一个诈骗的破口，因为9月28号，民国73年1984年，蔡英文亲笔填的履历表，上面写着他是1983年6月毕业。这什么意思呢？他1984年9月份写的履历表，
上面写着他1983年6月毕业，难道他会搞错吗？1984跟1983只差1年啊，难道他毕业后1年他会连他毕业时间都搞错吗？不可能嘛，因为他后来说他是1984年3月14号毕业的，所以他在1984年的9月28号应该不会忘记他半年前3月14号毕业，他却把它写成是1年半前毕业。也就是说，他1984年9月28号填的公务人员履历表，填的他的毕业时间是1983年6月，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让黄伟很急啊，他急着什么？要把一些有问题的东西抽换啊，但是有些东西呢，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抽换，所以他只好把它留下来啊。有些东西没办法，所以他尽他所能，但是又很潦草。所以证据湮灭的不够清楚，不够完整，才留下了很多破绽，让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在这里嘲笑他。好，1983年6月份，他真的是在他的履历表，公务人员履历表，这是另外一份啊，上面写着什么？写着68年3月到73年6月啊，72年6月啊，就是1983年6月，是他伦敦政经学院的修业起讫年限。68年3月到72年的6月，72年6月就是1983年6月，是他的修业完成的年限。那很简单啊，你说你的修业到72年6月，但是你说你毕业是到73年的3月，对不对？那这中间要怎么兜得拢？那有人会说，就像林元龙，因为没有念过书啊，他说没有，我们讲的是他这个修课修到72年6月。すみません，蔡英文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没有进入博士班的成绩单，整个没有。他在康奈尔的时候，他有成绩单，这成绩单我们公布过。同样的一个 LLM 念2次，人家念9个月，他念了18个月，就是1年半。可是，在伦敦政经学院没有任何一张他的成绩单，所以他没有修业的问题，他没有修课的问题。再去看看他的学生记录表。他的缴费缴到1982年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他1982年10月就被退学了，所以完全吻合。所以他当然没有1983年的缴费记录，所以他也没有1983年的任何修业年限的任何记录。所以他在这边说他的修业年限到1983年，就是民国72年6月，他的目的只是要圆谎，要证明他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待的时间够长。才能够符合教育部啊，或者这些地方去糊弄他。也因为教育部发现他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一直到1987年还在询问伦敦政经学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校，还一直不断的在问蔡英文说，你的这些证书跟这些相关的东西当时修了什么课要证明，所以还来来回回的往返在英国的伦敦的自由中国中心，也就是我们在英国的使馆，我们的代表处不断的查证，可是代表处没有查证。凭着蔡英文的一枚私章与正本相符，用这种方式来瞒天过海。好，这就是蔡英文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林焕章教授说的第2页又出现了破口。好，他说1984年的9月28号所建立的一些版本履历表当中，会出现了包括他的教授的资格啊，或相关的一些穿越时空的资格。当然，这有很多可能性了啊，偷换资料。或者是很粗心穿越时空，或者是这些资料是政大人事室的人在若干年后他升教授的时候帮他填的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只要当时的这些政大的人事室的人啊，被我们调到法庭上，一来一回去比较，何雅凤嘛，政大的人事室的人事3组，只要这些人良心犹在，有很多东西事实上是一对质就可以知道的啊。再来。在来自教育部的履历表，你看啊，我们在法庭当中，黄伟硬是把这份公务人员履历表给藏起来，可是贺德芬老师去调阅的时候，就调到了这一份蔡英文的博士论文题目，完全跟伦敦政经学院的黑皮书是不同的，所以才会搞得黄伟逼得他不得已必须走出来做这些隐匿公文的事情，这也是让这个法官温祖明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放我们的光碟的最主要原因。可是你不放我们的东西，这就不存在了吗？那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你还是要面对，而且我们要不断的放，让你无所遁形。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